近些年哈，老年相亲活动非常的火爆啊，故事也很多。听说呢，阿姨大婶们啊都很积极主动来参加的哈，大哥大叔们呢也不落后，但是看上去啊貌似非常的热闹，真正能成的却没有几对儿。阿姨大婶们啊都希望再度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的大叔啊，大叔大爷们呢也都想再度找到一个贤惠温柔的老伴儿哈，过下半生。说实话，人的年龄大了，奢求就没有那么多了，两个人的感情和关系应该是更简单一些了，彼此呢都有各自的孩子，孩子呢也基本上都独立了，没那么依赖父母了，大部分的人也都有退休金，而物质方面彼此都不会很匮乏。其实说起来，年纪大了呀，就是找个老伴儿嘛，也不用再生孩子了，对吧？也基本不用伺候老人，那你俩就好好享受生活呗，彼此关心照顾啊，嘘寒问暖。虽然呢不一定还能有年轻人的那种轰轰烈烈，但是呢也能守个细水长流，岁月静好啊，这不也是很完美的画卷吗？哎呀，但是可惜啊，我看到呀太多案例都不是这样的。王姐退休都好几年了啊，差不多快60了，经过朋友呢介绍认识了65岁的刘先生，两人呢第一次见面呢还聊得挺好的啊，吃饭逛街，刘先生呢也很照顾女士。可是到了第二次呢，这位刘先生啊就跟王姐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他的经济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呢他认为王姐如果跟他结婚呢就可以搬到他家里去住，因为王姐的退休金比较少，所以他说王姐自己的退休金啊就存起来啊，自己花就好了，家里的开支呢就由他来啊，王姐呢就负责洗洗衣服做做饭哈，收拾收拾屋子呀啊，如果还能有空呢去帮儿子儿媳呢做做家务，打扫打扫也行啊，接送一下孙子上学放学。他说孩子们平时工作太忙了啊，到时候呢他们周末可能还会带孙子回来吃饭什么的，希望王姐呢能做一桌子菜哈，能施展一下厨艺。儿媳妇呢是在减肥嘛，所以不能吃的太油了啊，孙子呢又太小了，也不能吃辣的。我自己呢平时喜欢打打牌钓钓鱼，晚上呢你就陪我散散步说说话什么的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结果王姐一听啊，内心就炸锅了啊，她说那你不如啊请个保姆吧，那家务做的一定比我要专业多了啊，人家还不会发脾气，什么都听你的，多好啊。这位刘先生啊立马就说啊，保姆怎么能跟你比呢，咱们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了呀，作为妻子这些不都是分内的事儿了吗？可是王姐说哈，那这么着吧，结婚前你给我多少彩礼呢？刘先生说，哎呀，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彩礼呀？刘姐就更不高兴了啊，她就问刘先生说，那你每个月能给我多少零花呢？这个刘先生啊，这回真的有点急了啊，就说原来你是这么个庸俗的人呐，没看出来，那看来咱俩是不太合适，算了吧。这个时候刘姐也没客气哈，她直接就说我们当然不合适啊，我是来找老伴儿的啊，不是来应聘保姆的。我看你啊不是来找老伴儿的，你就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你们看看啊，他们啊都是这么想的，那还怎么找老伴儿呀？啊，都担着自己过吧啊！大家觉得他们谁对谁错呢？为什么现在谈对象有这么难呢？主要还是男女之间啊防备心太重了。96年的女生跟93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哈，彼此都很中意，开始交往之后呢，没多久就出问题了哈。女生说男生见了几次面之后就动手动脚的想占她便宜，还问她可不可以做女朋友。笑话，你什么都还没有付出就想跟我确定关系吗？你怎么证明你的真心呢？怎么证明你的诚意呢？难道就是上下嘴唇一碰啊，几句甜言蜜语就完事儿了吗？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你了。但是男生却认为他跟你确定关系之后他才能选择付出更多嘛，关系不同哈，态度肯定是不同的。男生就怕自己付出打水漂啊，所以呢会着急跟你确定关系啊。女生呢就一直想要一个态度啊，怕男生得到之后就不珍惜，到最后呢很多的男生都会觉得女生又物质又现实，只认钱。女生呢就觉得现在的男生呢就会画大饼，没有什么任何的实际行动，稍微付出一点点就想来睡觉。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怎么办啊？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在春节期间有好多的大龄剩女都不敢回家过年，他们不想面对父母的催婚，不想面对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们的闲言碎语，甚至不想回去面对那些家里边给他安排的相亲对象，因为不是离婚的就是带孩的，哪能入得了他们的眼呢？不过呢也能理解，他们在大城市里
待得太久了，一直奔跑在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路上。他们一直在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很多的剩女在该谈恋爱的年纪选择了为事业奔波。关于爱情呢，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人，一个优秀的男人，一个视野比他大，能力比他强，能带他看世界的男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优秀一定可以吸引优秀的人。可是呢，当他们发现这个男人等了1年又1年，一直都没有出现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年纪已经到了30多岁了。别说优质的男人，可能普通的男人也很难接受他们的年龄了。于是呢，有一批剩女会说，那我等都等到现在了，遇不到就不结婚了呗。不想将就找一个人为了结婚而结婚，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选项。那说这种硬气话的，就一定得有硬气的资本才可以的。另外的一批剩女呢，她们就很崩溃了，知道自己的行情不好了，开始不断的降低要求，没房的也可以，离异的也可以，收入没有自己高的呢也能接受。可是就算是如此，她们仍然很难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伴侣。所以大龄剩女到底该如何破局呢？你知道现在的男生都是怎么筛选女生的吗？他们有以下几个原则男生们也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你们心中所想的。第一点相亲前就各种打听你们家房子多大在什么位置，有没有贷款，车子呢是多贵的是什么档次的，这种就冲着物质来的直接就不用见了。第二呢，相亲认识的女生加了微信不回信息的，就视为没看上，可以立马删除了。如果大半天才回你的，就可以不用搭理他了直接 pass。 第三呢，加了微信聊天回复总是哦呵呵这种的也可以直接不用聊了。第四种加了微信聊天也比较积极，但是呢总是找各种借口约不出来见面的，这种可以视为被养鱼了做备胎了，这种也可以马上放弃的。第五呢，微信回复也积极聊天，但是出来约个会完全是男生在买单付出人家就是摆出一副你得跪舔我的样子这种公主病的还是下一位吧伺候不了的。第六呢，出来见面好几次了手都不让你碰一碰的，明显就是不喜欢你，勉强跟你在一起试试而已，估计再接触迟早也是没戏的，放弃吧第七呢，加了微信主动打招呼，积极回应，能够约出来见面，能主动互动的偶尔呢还会买个单，送你个小礼物，不跟你作，不跟你闹也不跟你要转账，性格比较随和。约会几次之后呢，可以接受牵手拥抱约会1个月以后，男生如果表白就同意做女朋友的，那这个呢才是他们想要的女生。所以现在的男生说嘛，相亲女生不用追如果要追就高效一点行就行，不行就下一个。女生不是追来的，女生是选择来的。如果说一个女生不愿意做你的女朋友那你怎么追怎么舔都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你想等到一个心动的女生出现了你再追因为你觉得男人嘛不能做这种广撒网的事太渣了，应该专心一点追一个女生就行。你看看这个就是你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了。专一它不是让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是你找到了女朋友之后一心一意对人家，这个时候呢才需要你去专一的。你现在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呢，你专一个鬼你是不是这样子相亲有这么直接的男生吗？最近呢有一个92年的男生他来找我匹配嘛，他条件挺好的，很快呢就给他匹配到一个95年的女生，他们俩见面了见面之后呢聊得还不错，彼此呢都挺有眼缘的。于是呢男生就跟女生说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满意的一个姑娘，你觉得我怎么样呢？女生说我觉得你挺好的，不过我们还没有那么了解嘛，可以再接触接触再说。于是男生就说可以不过在接触之前呢，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不然呢再接触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女生说可以那你想问什么问题结果男生就说你介不介意我们互查一下开房记录和就诊记录，这样就可以了解得更快一些女生说我不介意这个可以的。男生没有想到女生会同意就很高兴的说那我接下去呢还有2个问题呢，你别太介意，如果你不想回答也可以他说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过同居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打过胎。
姑娘脸色突然就变了哈，她可能也是忍了很久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8度，说：“你这个人哈，是不是有病啊？相亲这么直接问别人的隐私的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什么人，好不好？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难怪你相了30多个女生，全部都失败了，你活该，你知道吗？”结果这个男生说哈，怎么着，我还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玩累了，然后呢就找一个老实人结婚当接盘侠，然后呢还来操控我们家3代的积蓄啊，给你买房买车送彩礼，哦，还得给你优渥的生活，凭什么呀？反正我做不到，我就是不想接受那些同居过的女生，跟离了1次婚有什么区别呀？如果还堕过胎，那就不用说了啊，我宁愿这辈子不结婚，我也不找这样的，我就是觉得膈应。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到底是有病呢，还是人间清醒呢？同居就等同于结婚了吗？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哈，最近她刷到过好多这种视频哈，看评论区的男生们都非常认同这个观点。那我就觉得哈，如果我是一个同居过的女生，我就不承认我同居过，谁又能知道呢？男生既然嫌弃有同居史的女生，有些女生也真是很傻的哈，男生问你，你就说没有不就完了吗？如果是我呀，我肯定不承认的，他又没有证据，怎么能发现呢？其实哈，我在这里告诫一下啊，那些有过同居史或者正在打算要跟男朋友同居的姑娘们，你要知道哈，同居的本质其实就是结婚。你跟一个男的同居了，其实和结婚没有什么区别的，你们完全过着夫妻生活了，只是少了那张纸而已啊。我知道很多女生哈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可是你该给一个男人的都已经给过了呀，你相当于已经给别人做过1次老婆了，你再换一个同居，相当于又结了1次婚。如果你和很多男人同居，那你就结过很多次婚了呀。各位，你一定要明白哈，实质性的婚姻，不管是有证无证的，只要在一起生活，做着夫妻该做的一切事情，那就是实质性的婚姻了。那张纸不是实质，那张纸啊是用来划分财产的，日日夜夜在一起的生活才叫实质。所以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现在的年轻人啊，你可以不用再担心被催婚了，也可以坦然面对父母了，因为如今你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啊。据统计哈，城市的适婚青年未婚率已经达到了 56.9%， 30岁以上的未婚人群呢已经超过了 20% 之多。未来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哈，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没有结婚的。晚婚或者不婚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哈，大家都不及我及上了。说实话哈，这2年结婚人数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9年的时间下降了 49.3% 啊，几乎是腰斩了。这些现象啊，不止急坏了家长们，更急坏了专家啊。有的专家认为呢，结婚率暴跌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以自我愉悦为中心，太过于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快乐了，是最自我的一代人。但是我觉得啊，恰恰相反哈。其实在婚恋行业这么多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正有责任心的一代人。一般普通人呢，一生的目标哈，概括起来无非就是成家立业4个字。但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立业不稳，根本无法为后代带来一个很优越的环境，支撑一个家庭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才会选择不成家啊。以前的趋势的确是早结婚早生子，可如今呢，时代变了呀，大家更注重于个人的成长和自由选择结婚，从完成任务变成了一份沉重的责任。看看现在的钻石价格崩盘了吧，幼儿园区的生源减少了吧，教师也在过剩了，这些正是婚恋经济的缩影。以前热衷于结婚是因为结婚的成本低，现在结婚呢却要勤勤恳恳，不敢生病，不敢失业，不敢开销大，每一件事情都很容易磨灭掉一个人对于婚姻的热情。生活质量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年轻人无论是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都不存在对与错，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时代确实不同了，长辈们呢真的不用太过于纠结。大家说对不对呢？咱们评论区讨论讨论。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现在这样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是分手了，男生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或者是给女生买的贵重物品都要回来。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最近呢，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觉得彼此不合适了，就跟男生提出来不想接触了。
结果呢，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她发来了一条信息，居然是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还有给女孩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的转账，前前后后呢也有好几万了。男生说，既然你还不知道合不合适，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既然不合适，那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该还的还给我吧。结果搞得这个女生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她觉得很恶心就这么着，这女孩觉得委屈了，就跟我诉苦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往回要，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你知道吗？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一些千把块钱的化妆品，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我当时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呢立马就把他拉黑了。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我连一点退路都不想给他留的。他说也挺感谢他这个举动的还好分手了，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这种日子谁想过呀？这种男人吧就是这么寒酸的，送礼物呢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不是吗？都说分手见人品，我觉得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真的是绝绝子，没有之一了。难怪他找不到女朋友，真的是活该。听到这儿男生们是啥感觉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吧。有的大龄剩女是真的不能找的，你就根本就搞不了人家有的人问我到底多大算大龄剩女我以大城市为例来讲35岁以后的未婚女人呢就应该叫大龄剩女了。为什么你搞不了人家呢？以我1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讲我对他们的了解，大部分大龄剩女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这些问题。最后一点真的很扎心。首先他们在自我认知方面都是有一些脱离现实的，基本上80%都是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这一点咱不得不承认，人家在工作方面的能力那绝对是很优秀的，在单位里独当一面，老板夸同事赞，自己开个公司比男人挣的还多。但是他们往往会以自身的工作优势呢来评判自己在择偶方面的优势。女人的慕强心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说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认为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所以你如果不是一个比他更强的男人，根本你就吸引不了他。你不是人家的蝴蝶，就别往上凑了，好吗？如果让他勉强的去接受一个比自己差的男人，他们会觉得，那我宁愿高质量的等待我也不想将就一个低质量的男人的。所以呢，就这一个想法，基本上他就 pass 了大部分的男人，对吗？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要去跟那些20多岁的姑娘抢那 5% 的优质男人。你有什么办法？咱们是改变不了他的想法的。其次呢，还有一部分大龄剩女是被多年的毒鸡汤给灌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思维，对男人的要求高到了极点。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了都是公主式的谈恋爱。男人你就得宠着我，你就得惯着我，你得让着我，约会必须车接车送，所有的开销都得男人买单，节假日男人你得有计划，得有付出，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送礼物搞惊喜，情绪价值得拉满了。他自己可能什么也不会为你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会掉价的。你要是说他，咱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了，成熟一点行不行？正常一点行不行？咱是奔着结婚去的，能不能不玩那些虚的东西？能不能像一个像模像样的过日子的媳妇儿可是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太没情趣了进行不下去都是你的问题。他们基本上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很多大龄剩女会跟我们说不想找一个大龄未婚男人，因为他们担心对方生理或者心理上有问题，宁愿找个离婚的都行。所以你们来看看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真的是比较奇葩的。他觉得别人大龄单身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自己大龄单身一定是有客观原因的。那我们来说最后这一点真的很扎心，也很可怕，就是大部分的大龄剩女几乎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因为他们的感情经历一般来讲都会比较丰富的，很多人都会有同居史怀孕史，被渣男玩过，被有妇之夫伤过，当过备胎，做过小三儿。他们终于累了倦了，他们想歇下来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不会被爱上的大冤种接盘侠。
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生育价值啊也已经降低了啊。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你还要不要传宗接代啊？所以呢，你想明白了再做决定，好吧？你会娶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婚检的女人吗？你敢不敢吃这个闭门羹呢？随着婚前第一彩礼概念的日益普及，现在00后呢，都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婚前健康检查了。男生们不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其实男生啊，并不排斥彩礼，但是啊，婚前一定要做婚检的。今天我就来普及一下婚检报告当中的 GPA 这个指标，它到底表示什么？男生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这个事儿。GPA 当中的 G 呢，代表着怀孕的次数。P 代表着分娩的次数 ，A 代表着流产的次数。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指标啊，就有可能全方位的了解你的女朋友她的一个健康情况了。如果你发现她有过多次流产经历的话，那你真的要三思而行。因为只有一个爱自己、尊重自己的女孩，才能够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你们说呢？所以男生呢才会尊重她、爱护她，那这样的生活才会幸福的。你觉得在结婚前进行婚检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欢迎到我的评论区讨论一下，好吗？